它是如今现存最为神秘的民间组织，有人说它代表着西方世界的意志，有人说它掌握着世界动态和经济命脉，还有人说它曾多次渗透我国却无功而返，甚至还有人说它才是全世界幕后的无冕之王。上2集视频中，莫言为大家讲述了光明会以及骷髅会，但今天要讲述的共济会却截然不同，因为已然强大无比的光明会是他的儿子辈，美国精英组织的骷髅会更是他的孙子辈。之所以这么说，则是因为他们都曾受到共济会的保护和支持，其早期最为出色和优秀的成员都是从共济会退出去的。现在让我们先看一下这张美钞，和其他国家一样，它的正面印有美国前总统乔治华盛顿。华盛顿的政绩和地位在政客心中简直是神一样的存在，因为是他带领着美国人打赢了独立战争，真正意义上的把英国殖民者从美洲大陆赶了出去。所以全美发行量最大的$1美钞的正面印有他的头像。现在我们继续看一下反面，右边是美国的国徽，顶部的13颗星代表着13个州结合成一个紧密的联合体，鹰爪上面的弓箭和麦穗分别代表着战争与和平。以上无论是总统头像亦或者国徽都没有问题，但接下来诡异的情况出现了，因为左边居然是一个13级的金字塔，看样子似乎还没有封顶，并且其中还有一颗栩栩如生的眼睛。其实在最开始的时候，就连美国人也不清楚其设计含义。要知道，任何国家的钞票要么印上国宝动物，要么印上地标性建筑物，要么印上山川湖海，为什么唯独美元背后会印上埃及的金字塔和一个诡异离奇的眼睛呢？想必大家此时也猜出来了，这颗眼睛便是神秘组织共济会内独有的标志。今天莫言就为大家详细解读共济会的前世今生。共济会的英文名叫做 Freemasonry， 直白的翻译过来的话就是自由石匠的意思。在已经爆出的共济会宪章中对此名字有非常详细的描述，说是在公元4000年前古埃及诞生了一个名叫守护者的神灵，他知晓万物，掌控世间一切法则。而美元背后的神秘眼睛也来源于古埃及，是太阳神克鲁斯的眼睛。共济会认为克鲁斯之眼能看穿世间一切虚妄，有着让亡灵复生洞察一切的能力，也被共济会称作全知之眼。那么问题就来了，一个古埃及的神灵怎么会印在美元上呢？众所周知，美元并不是由美国政府印发的，真正掌控美国经济命脉的组织叫做美联储，它是由12家私人银行组成的联合体，而这12家私人银行的归属早就已然不是秘密了，他们背后是世界4大金融财阀，分别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洛克菲勒家族、杜邦家族和摩根家族。这4大家族莫言就不再赘述了，相信他们的财富足以买下小半个地球。由于4大家族的成员都加入了共济会，所以美元的背后也被印上了与国徽平起平坐的埃及金字塔和全知之眼。要说他们拥有的权力到底多恐怖，其实举一个例子就能概括，那便是美国传奇总统肯尼迪。上任之后做出的功绩非常显赫，一是横跨半个地球的越南战役，二是逼得前苏联服软的古巴导弹危机，三是开启了美国登月计划。而就是这么一个年富力强的总统，却做了一件傻事，他公开宣布要将美元的印发权收为国有。就这样，肯尼迪于4个月后遇刺，直到如今行刺者的身份依旧是个谜。想要了解详细过程的朋友可以移步主页进行观看。话又说回来，实际上共济会没有那么极其悠久的历史，因为在1717年它才真正的成立，而入会的规则和条件更是特殊。首先必须是有信仰的成年男性，其次要受到现有成员的推荐才能有机会加入，最后便是漫长的考核期。这期间要学习共济会的宪章和复杂的沟通手势，这个过程可长可短，长则终生，短则半年。而一旦成功进入之后，将会从最低的学徒做起。组织内部共有33个等级，最高领导者被尊称为总导师，而升迁的方式只有一种，那便是为组织内部成员做出贡献。这里的贡献无非就是提供金钱或者提供方便。用现在的话来说，共济会就是有权有势的人互相交换资源人脉的组织。那么为什么有人说共济会多次渗透我国却无功而返呢？这是民国时期的华人共济会总部匾额，这是香港共济会的总部雍任会馆，这里是上海北京西路，也是大陆唯一一座共济会总部。直到如今，外墙的碑文上还雕刻有共济会的英文名，其他的莫言就不再多说了。